喺巴黎，我覺得佢哋玩得好大膽。哦，群魔亂舞，你見到啦，又有橋啊，又有煞啊，一個咁細嘅博物館，呢個背後嘅唔穩定，亦都代表咗法國呢個社會嘅動盪啦。實在係衰到貼地啦，即係死馬當換馬醫啦。咁啊，正常人千祈唔好咁樣去做啊。它其實是一種煞，陰氣會太盛，少咗呢個陽氣，就係成個巴黎鐵塔下最大嘅敗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風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林浩。今天呢，我們帶來世界風水系列。我看過你們的節目啊，說過什麼廣州啊、新加坡呀、東京啊，聊的都是這種大面積的這種風水啊。那麼今天呢，我們要飛到地球的另一邊啊，講講不一樣的。你那麼浪漫，咱們講講浪漫。哎呀，你知道了哈，就是巴黎。咱們看看法國的這個平原上呢，有一個鋼鐵巨物，就是埃菲爾鐵塔。那關於它附近的風水，咱們大家來聊一下。咁其實咧，我哋想講呢個即係歐洲好耐啦，即係歐羅巴，大家都知道係一個好浪漫啦，好多歷史啦，亦都有好多神奇嘅事情發生嘅地方嚟嘅。其實咧，講一個城市嘅風水咧，我覺得個格局太大啦。每一個城市咧，其實無非都嗰幾個地標啊，又或者代表嘅地方，譬如北京你就傾紫禁城啦，係咪先？你去到廣州就傾珠江新城啦，香港就傾中環啦。咁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下埃菲爾巴黎鐵塔附近嘅一啲風水。咁啊，佢係一個盆地風水啦。盆地風水咧，我哋就話係一個一馬平川嘅地方。佢係一個冇山冇玄武嘅一個城市嚟嘅，所以我哋見到咧，二戰嘅時候啊，德國一過到去巴黎咧，咁佢即係唔似重慶啊打仗嘅好多嘢可以阻擋啦，即刻就要投降。事實上冇靠山嘅城市，亦都代表咗佢抗壓能力比較弱啦。第二個咧就係人咧，亦都係好容易失去咗一啲嘅依靠，所以我哋見到咧，佢哋啲工人啊，成日就罷工。冇事就罷工，而且像這種沒有靠山的城市啊，通常來說都是外來移民比較多的城市。係，所以你見到巴黎係好多你中意嘅鬼佬，唔係鬼佬，係黑人。哎呀。其實呢，我們來看一個城市啊，它的風水好不好，其實主要還是要看這個城市的地標性建築。那麼像巴黎的地標性建築呢，就是巴黎鐵塔。那麼今天我們就來分析這個巴黎鐵塔到底在風水上代表的是什麼呢？像這個鋼鐵巨物啊，樹立在塞納河旁，那究竟是好是壞呢？我們今天就跟風水師兄一起做一期節目，來給大家講一講。那麼你覺得這個巴黎鐵塔怎麼樣呢？我當然覺得佢係好睇嘅，睇翻啲歷史記錄啦，就係話啱啱好喺巴黎嗰陣時咧，1890幾年嗰陣時起噶嘛，好多人咧覺得佢係一個好奇怪嘅嘢嚟喎。咁啊喺一個咁嘅平原裏邊，哇好地地嘅，大家可以見到天際線嘅地方，突然間立咗一個咁強嘅金嘅嘢嘛，原來全部係鐵嚟嘅。可能嗰陣時巴黎嘅人啦，亦都唔知道係乜嘢風水啦。其實我覺得都幾好嘅喎，因為佢隔離有個塞納河畔啊嘛，咁啊金又能夠生水，咁啊令到佢個源源不絕嘅財運咯。咁但係咧，我想講咧，除咗係金之外咧，因為呢個三角形啊，佢亦都代表咗火。咁啊，呢個火咧會有一種感覺咧，就係火金相克嘅呢種感覺，係咪會帶嚟一啲叫做不穩定咧？咁我哋見到其實自從呢個巴黎鐵塔咧起咗之後咧，法國社會啊，又或者政治啊，又或者佢嘅抗壓能力啊，其實係弱咗嘅。最後咧，我覺得咧，佢起嘅呢個時間咧，我亦都睇到啦，其實叫做係1890年啦，佢就係一個土運嚟嘅。其實成個中華大地啦，我哋呢片時區啦，啱啱行完呢個土運，你見到我哋其實中國啦，又有好多嘅塔啦起咗起身啦。呢個時區裏邊啦，好多嘅城市啦都起咗呢個塔嘅。其實呢個塔咧並唔係一個叫做大家嘅諗住去做嘅一個產物，係因為呢個地運土去生金，將佢生咗出嚟嘅。咁呢個神奇嘅三角形究竟帶嚟咗乜嘢嘅能量咧？究竟係好咧，係壞咧？對於我嚟講咧，係好壞參半嘅。因為喺一個冇玄武嘅地方，人造咗一個玄武，當然係想佢好啦。但係佢又有咗咁大嘅火啊，咁強嘅煞氣喺度啊，咁我覺得係有
3樣嘢我哋需要去考慮清楚嘅。第一個就係今生咗個水去到咁旺嘅時候，水亦都主財，係咪代表咗流動得太犀利咧？會唔會令到佢個氣運守唔住咧？咁啊，第二個火咁旺，會唔會又令到呢個革命啊，令到呢個不安嘅情緒啊變得更加強咗咧？第三個就係火又克金，咁火代表明，金又代表咗利，呢個明同埋利係咪亦都喺度相爭咧？咁呢個就我哋要接落嚟同大家探討下嘅。其實你這麼一說呢，我想對你這個進行一些補充啊。係，因為你是從這個五行的角度來分析這個鐵塔，因為剛才你也說了，它在這個塞納河旁邊，它也顯得非常的格格不入，對吧？因為旁邊都是其他的建築。那麼這個呢，如果從風水的另一種學術上來講啊，這個也叫特神啊，因為周邊它沒有這種金屬結構的這種大型的塔，那麼特神的話就代表了當地的特色，或者在這個特神的周邊呢，往往都會出現一些特別厲害的人物，或者特別那種奇奇怪怪的人，對，然後呢，我認為巴黎鐵塔其實對周邊的這些建築物來說，它其實是一種煞。那這個煞呢，好多人都說啊，通天煞呀，這些大家都已經聽爛了，我就不給大家講通天煞了啊，給大家講一個大家沒有聽過的煞，叫脫衣煞啊。什麼叫脫衣煞呀？比如說你後面有岩石裸露的山呢，或者說一個很高聳入雲的建築物，它是外表沒有任何植被的，都屬於脫衣煞，看着乾乾淨淨，沒有東西去覆蓋。那麼巴黎鐵塔呢，也就是代表着脫衣煞。那麼咱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其他的脫衣煞啊，比如像一些火山的下面啊，或者說某某國家的某個地標的這麼一座大山，它是一個火山，上頭沒有植被，所以這個國家的人呢，可能就比較喜歡搞色情行業啊。然後包括一些火山下面呢，很多都是穿那種就是超短裙呐，就是系這個原始樹葉呀，就是遮一遮羞啊，都是代表脫衣煞的這麼一個情況。那麼像法國浪漫之都，對吧？那脫衣煞啊，但是它裡頭有點千瘡百孔了啊，減少了它脫衣煞的這麼一個問題啊，但是它依舊是浪漫之都，因為法語裡頭啊有一句話，它叫叫 rendezvous 啊 rendezvous 在法語裡面是約會的意思。因為原來我是學德語的嘛，那德語裡頭也有 rendezvous 這個詞，是從法國傳過來的，但它就不是約會了，它是約那個對對對，你最喜歡的那個所以呢，這個從煞的角度上來講呢，這個巴黎鐵塔呀，也代表着當地的一個風土人情。而且像巴黎鐵塔呢，它是通天通地的啊。那你覺得像這種通天通地的建築物，對於一個城市，它是有什麼影響？我個人認為咧，就巴黎鐵塔嚟講嘅話咧，我自己就中意用一啲卦象去取嘅。首先佢係通天啦，通天我哋就取咗個乾卦啦，咁代表咗最大嘅呢個擁有嘅卦咧，叫做火天大有。點解咧？因為我哋都講咗啦，大家都知道所謂嘅通天煞啦。所謂嘅通天煞就係原來有呢個記載起嚟咧，成個巴黎鐵塔係受到咗700幾次嘅呢個雷擊嘅。呢個雷擊咧就係因為佢喺呢個平原裏邊起嚟一個最高嘅嘢，佢吸納咗最強嘅一個雷氣喺度。咁咧火就代表咗我哋嘅雷啦。咁呢個火天大有咧，其實係令到咗呢個城市咧有咗呢個活力啊！咁我哋見到啦，其實自從入咗20世紀之後啦，巴黎最出名嘅係佢嘅潮流。你中意嘅 LV 啊，係啊，佢嘅香水啊，佢嘅所有嘅文化，我哋見到不斷咁樣去傳播。佢呢個擁有咧，我覺得係好正嘅，令到呢個浪漫之都咧，除咗去到嗰度去飲下酒啊、約下會之外咧，亦都有咗佢一個叫做潮流嘅印記啊、藝術方面啊，亦都帶嚟咗好多嘅影響。咁一句到尾咧，林學咧講咗呢個脫衣煞啦，咁啊代表咗佢嘅一種文化氣息啦。咁啊浪漫之都，我覺得係少唔到呢樣嘢嘅。咁啊第二個咧，我哋覺得呢個通天入地嘅通天煞咧，亦都為佢帶嚟咗好強嘅火運，增強咗佢嘅文明。第三個咧，我就覺得呢個鐵塔咧，由於呢個金屬嘅嘢生咗個水咧，亦都帶嚟咗呢個
法國嘅唔穩定，因為呢個水原先喺塞納河畔咧好好靜靜地喺度就好啦，但係呢個金強生旺咗佢咧，你見到自從呢個鐵塔出咗嚟之後咧，其實法國或者巴黎咁講啦，佢冇以前咁強啊，拿破崙時期嗰種哇世界矚目。最後我都係覺得有咗巴黎鐵塔嘅呢個人造嘅靠山，佢哋好似有咗一啲嘅力量，但係人造靠山畢竟係人造嘅，一受到一啲打擊嘅時候，一受到一啲嘅壓力嘅時候，佢往往都壓唔住，所以佢個社會裏邊好多嘅變革、好多嘅不安、好多嘅不穩都喺度出現咗。尤其依家行到咗呢個九齒離火運，文化革命再加埋個傳播咁犀利嘅時候，究竟呢個巴黎塔就好唔好似以前咁制得住呢個火呢？我都打個問號嘅。其實像它沒有靠山，它就多一些不穩定的因素。係，但是現在的法國其實它已經順應了這個不穩定了，對吧？它接收難民啊，然後舉辦活動啊，但是它這種情況的話，它玄武是空的，它反而也會好。係。咁啊，我哋睇翻之前嘅嗰個奧運會啦，喺巴黎，我覺得佢哋玩得好大膽。哦，群魔亂舞。冇錯，即係話原先咧，大家都認為動盪係唔好嘅，或者係變革係唔好嘅，反而喺法國咧，因為佢冇咗呢個靠山，咁我不如再野一啲啦。但係見到呢種嘢咧，變咗一種百花齊放。那麼今天呢，我來到這個節目上，我也是有備而來的。我來準備了一張巴黎鐵塔的這個地形圖。咱們呢，從這個巴黎鐵塔的周邊的這些建築啊、風水啊、河流啊，來分析一下這個巴黎鐵塔的風水如何。咁咧，我相信大家對啲風水嚟講咧，最容易理解咧就係四靈獸：左青龍，右白虎，前朱雀，後玄武。咁我哋以埃菲爾鐵塔嚟講嘅話咧，佢前面嘅呢個廣場咧叫做戰神廣場。一個好嘅朱雀位嚟講，佢一定係即係一馬平川、一望無際嘅。對於呢個咁高嘅鐵塔嚟講咧，佢呢個大嘅明堂可以幫佢聚氣啦、立財啦。因為我個人認為風水最簡單嘅一個道理叫做藏風聚氣，係嘛？陰陽平衡。一個高嘅建築物前面一個一望無際，無論我哋嘅紫禁城又好啦，又或者係我哋嘅成個珠江新城而家嘅佈置都好啦，其實佢嘅朱雀位都係以呢種比較乾淨平滑、舒服、納氣聚財，以佢作為中心而去建嘅。其實呢，像風水師兄講啊，剛才說他這是藏風聚氣。其實它這塊呢，也可以算是一個大範圍的一個聚水局，因為它周邊的樓啊，會比中間的廣場要高啊，那等於中間的這個廣場呢，成為一個地勢低洼之地，也算是聚水。而且作為朱雀的明堂來講呢，其實它也是相對來說比較平坦且廣闊的。那它最大的問題就是這個廣場它太大了。它太大的話呢，就在這個廣場的中央啊，大部分的地區宏觀來看它是聚氣的，但是從局部的地區，單從鐵塔的這個角度上來講，它是蕩氣的。那所以說呢，浪漫都發生在巴黎鐵塔之下。OK，巴黎鐵塔之下呢，都是產生邂逅的。就是產生豔遇的。我知道叫做鐵塔下的愛情。我個人認為咧，即係對於呢個蕩氣局嚟講嘅話，如果呢個係一棟樓，咁佢其實係好大嘅問題嚟嘅。好多人話呢棟樓前面有咁大嘅明堂係好嘅，但係咧，如果你喺呢一度係做生意嘅，或者係做好大嘅一啲叫做政府事業嘅，佢會有問題。好彩巴黎鐵塔上面咧係冇人住。對，係啦。而且這個鐵塔它太高了。它如果說是一個4-5層樓這麼高的一個小樓，那對它來說可能是不錯的。係但是它太高了，高聳入雲，它成為了這個地區的地標，它都通天煞了，所以它產生的這種風力啊，也是相對來說會比較大的。我哋講完朱雀啦，咁啊順便講下大家都好關注嘅呢個青龍位啦。大家好簡單嘅認知就係青龍代表咗我哋嘅貴人，代表咗我哋嘅助力，代表我哋嘅錢財，代表男人啦。咁我哋睇翻
其實佢個青龍位咧唔係好明顯嘅啫喎。喺巴黎鐵塔嘅左邊咧，國家博物館係一個細細嘅長條形。對於咁高嘅鐵塔，佢唔係高聳入雲，佢亦都唔係話一個好高嘅一個護衛。因為我哋話青龍呢個靈獸咧，一定要作為一個護衛喺隔離，佢先可以俾到我哋個助力。佢呢個博物館對於呢個衝天而出嘅怪物嚟講咧，青龍個護衛嘅力量咧變得特別嘅弱，尤其前面你見到啦，又有橋啊，又有煞啊，咁咧一個咁細嘅博物館，咁啊，對於佢嘅呢個護衛助力、財力都有影響，所以我哋見到法國每每發生一啲困難嘅時候啊，或者巴黎發生一啲災難嘅時候咧，好少人去幫佢，好多時候咧都係要靠自己。咁我哋記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嗰陣時，總理叫戴高樂啦，都要自己諗辦法，去到非洲揾翻啲部下過嚟，而唔係話有啲美國啊或者係更加強嘅盟友去幫佢。所以我個人認為咧，佢個塞納河畔隔離呢個青龍咧，就真係佢嘅缺點嚟嘅，弱咗啲。因為它的青龍位呢是屬於一個博物館，而且像它的這個博物館是2條長條形吧，係，它中間還是一個有凹陷的，冇錯。所以這種屬於青龍受損，所以這塊呢，其實它也是不好的啊。它從近100年歷史來說吧，法國大家都在一直詬病它，經常舉白旗啊，經常投降啊，對吧？正是因為它青龍缺陷啊，它沒有人去幫它啊，沒有貴人扶持啊，就像剛才師兄所說。然後包括呢啊，它青龍位缺陷，青龍主什麼呀？主守護啊，主自己的內部。那白虎呢主進攻，然後也主外部的力量，所以現在巴黎啊，它已經屬於成為了一個移民的城市，係難民移民的難民移民的城市啊，比如一些黑人啊，一些穆斯林啊，就加入其中了，成為了新法國人啊。那麼這種情況也是屬於青龍破損。咁我哋嘅青龍位咧，就算係大家彼此一致啦。我以為阿林學會講嘅但係，咁唔緊要嘅，我相信其他位佢都仲有但係嘅。好啦，咁我哋睇翻個右手邊啦，右手邊個白虎位啦。咁啊，白虎位咧，有個好大嘅大球場啦，佢係凹陷入去嘅。我覺得咧，白虎咧叫做肅殺之氣啦，叫做我哋嘅防守啦，又或者我哋嘅女人啦。所以喺呢一個位咧，我覺得還可以叫做乜嘢咧？佢個凹陷咧可以收到個白虎之氣。另外嚟講嘅話，我哋睇翻依家嘅法國咧，其實係女性更加有地位嘅，同埋女性係更加吸引人嘅。佢呢個大球場咧，係幫佢呢個白虎咧有咗一個棲息之地。佢咁兇猛之性既有保留，但係咧亦都唔會傷到自己。因為我哋話令讓呢個青龍好高，都唔可以令到呢個白虎去抬下頭，啱啱好令到呢個虎氣去平復住。咁依家大家見到嘅法國咧就係話，依然係有佢嘅強大，我唔敢輕易去喐佢。但係呢個白虎咧，亦都唔叫做性兇猛，唔會主動去話俾大家知我拳頭有幾大。青龍弱咗，咁就要靠白虎啦。呢個白虎咁啱好就即係幫到個青龍做咗成個巴黎嘅護衛嘅。其實像它的這個白虎位啊，還有一種說法係，你看它的白虎啊，其實它建造要比青龍更加的完整一些。係嘅，對，而且它的白虎的地勢還要比青龍稍微的強勢一些。係啦，你話中有話啦。所以呢，剛才說了啊，它外來人口很多，對吧？那麼青龍主男性。男性已經破碎了，係白虎主女性，女性又強，所以法國的很多女生啊，其實她是喜歡嫁給黑人啊，或者嫁給一些外來的人口的。我估佢都係要講呢啲嘢㗎嘛。林學可能以後要移民去法國嘅。冇啊。OK，咁我認為咧係任何一個國家或者任何一個地方咧，佢個伏虎之上咧越犀利咧，嗰個地方嘅女性掌權咧就會越大。咁我哋冇話唔好啊，而家女性嘅地位已經係好高啦。但係咧一個好嘅風水咧，一定係陰陽交媾、陰陽平衡嘅。尤其行到咗九紫離火運嘅話咧，女性覺醒會更加強啲。咁咧會到時最後令到成個法國嘅陰氣會太盛，少咗呢個陽氣，浪漫得過頭咧，可能都會出問題。對，那咱們都已經說了朱雀、青龍還有白虎，那咱們該說它重中之重了。
玄武。玄武位我覺得就係成個巴黎鐵塔下最大嘅敗筆，因為我哋啱先一開頭都講咗啦，玄武代表咗靠山，代表咗貴人，代表咗依靠，代表咗我哋後續嘅能量。佢呢個埃菲爾鐵塔咧，後邊只有塞納河，同埋有條橋成個衝住佢嘅，對佢呢個中央嘅位置，好似有一個無限大嘅刀喺度劈緊佢。雖然話佢係一個金剛不壞之身，但係成日喺呢度耗損嘅話咧，事實上都會有好大嘅一個動盪啦。咁我哋見到單一條河呢個背後嘅唔穩定，亦都代表咗法國呢個社會嘅動盪啦、不安啦。尤其依家我哋見到去巴黎去旅行嘅時候啦，你冇可能孭住個袋喎。因為咧小偷啊，係啊，有好多嘅賊啊嚟光顧你，去問你，俾下錢啦。所以我哋有時候去到歐洲旅行嘅時候，哇！你導遊都話俾我知，銀包唔好攞出嚟，唔好帶咁多現金，就係呢個原因令到我哋話去到巴黎點解我哋會咁害怕呢？因為大家都喺呢個不安動盪嘅社會裏邊，佢又冇辦法去心安。我覺得咧，呢個諾曼之島咧應該要注入一啲嘅嘢啦。地中國人有啲好好啦，我哋有儒家、釋家、道家呢啲文化，令到我哋喺度心安啦，係咪先？佢哋咧而家剩翻嗰啲所謂嘅藝術啊、哲學喺度啊，我覺得好難令到佢哋嘅心去安穩嘅。咁啊，所以咧，我哋如果有機會嘅話，將我哋呢個 channel 嘅文化咧傳播過去咧，我覺得可能會幫到大家啊。對。如果從我的角度上來講啊，我覺得它玄武落空、玄武被衝，反而是一件好事兒。你看看啊。他如果把埃菲爾鐵塔作為一個太極點的話，你看那個橋啊，它正好是乾卦，乾卦被衝了。剛才我說了，她女的本來她就喜歡嫁給外地人，對吧？其實也就無所謂了，對吧？那這塊代表什麼呢？做女性市場就會比較好。而巴黎呢，時裝周，對吧？然後包括一些奢侈品，它的主要受眾其實也是在於女性。而且它的玄武落空，玄武落空代表什麼呀？不穩定性。那旅遊它是不穩定的，因為遊客人來人往，包括一些貿易來來回回也是不穩定的。所以這個就有點像八字跟風水啊，就叫宅命相匹配。那它現在目前的這個現狀，它已經相匹配了。所以說，它做一些旅遊啊，和女性相關的呀、貿易啊、奢侈品啊這些行業，它就會好。所以這個城市啊，它是有一個自我調節的這麼一個系統的。它現在已經調節成了它自己應該成為的形狀了。其實咧，我覺得任何嘅風水咧冇好壞嘅，最緊要係你係乜嘢人或者你係乜嘢行業進入到去，就好似我哋話一啲係陰地。陰地你可以做特色生意啦，陰地你可以做一啲叫做偏財嘅嘢啦。咁我相信咧，好似依家法國佢依家做緊嘅財，其實都算係偏財，因為佢唔係人人都買得起嘅嘢，而係個別嘅人比較高價嘅單位先能夠去做嘅。呢個水咧，我同阿林學嗰陣時討論過咧，亦都叫做咩背水一戰啊嘛。有啲人實在係衰到貼地啦，咁如果我哋按照正常嘅風水，正常人千祈唔好咁樣去做啊！我哋話咧有兩種做法咧係好黐線同埋好激進嘅，就係話我已經爭咗好多錢啦，我又都冇辦法去通過我嘅努力去改變我嘅人生啦。咁我哋個玄武就攞去改成水，咁啊背水一戰。我仲有一個方法嘅，唔係背水一戰嘅，屋企咧貼滿晒鏡。真係正常嘅風水咧，係冇辦法去貼咁多鏡喺自己嘅房啊，或者係廳嗰度嘛。既然係咁，諗辦法將你啲水氣反彈翻出去。還有一個方法，就是用梅花呀。藝術了。其實有很多，你看大戶人家門口的屏風都是貼梅花或者種梅花呀。其實這種是不好的，因為叫梅花香自苦寒來。當你自己覺得自己運勢不佳，需要翻身觸底反彈的這個時候呢，其實你種梅花跟背水一戰啊，其實也是同一個道理。所以你就是可以用梅花加背水一戰這種組合。好啦，如果係咁嘅話，我哋其實總結咗3個。如果你而家衰到貼地嘅時候咧，將你個床
床頭靠住個水嚟嚟瞓，跟住第二個咧屋企咧大門口貼塊大鏡，一打開一個鏡照住你。啊，第三個咧就喺屋企啊或者客廳嘅時候咧擺多啲嘅梅花，咁咧我叫做咧背水一戰，梅花再攝魂入鏡咁啊！即係死馬當活馬醫啦，咁啊其實每一種風水咧，就對應一種狀態，佢並唔係話好定係壞。你當你自己知道自己係乜嘢位置嘅時候咧，你使用到呢個風水嘅格局咧，可能有一個新嘅轉機。就好似依家嘅巴黎咁，如果你要佢好似美國咁樣昂揚向上，好似中國咁樣咧，跟住不斷咁發展咧，佢未必係適合佢嘅。但係佢發展咗佢嘅浪漫，發展咗佢嘅藝術同埋佢嘅奢侈品，我覺得好適合呢個城市。咁啊有機會嘅話咧，我哋亦都會同阿林學咧，可能真係飛到去巴黎嘅演唱。好啊好啊，去感受下巴黎鐵塔下的浪漫嘅。好，我哋今日嘅分析咧就到呢度啦。希望大家仲想聽啲乜嘢城市啊，或者邊度嘅風水啊，或者乜嘢標誌性嘅建築物咧，都可以喺我哋嘅評論區下邊嘅留言。你哋只要有問題，我哋都可以回答，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啦。好啦，我哋今日嘅節目咧就差唔多啦，感謝大家嘅參與。福生無量天尊。